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家的汉堡。上期说蜘蛛侠彼得的导师康纳斯教授获救，蜘蛛侠的小日子还没开心几天呢，在暗中盯梢他的组织开始了行动，夜半三更不睡觉，在城市上空游荡，大概是嫌他扰民。一批小型无人机出动攻击蜘蛛侠，这些机器哪里是彼得的对手？蜘蛛感应一出，稍微被他荡悠一圈，就找不到东南西北，撞墙灭亡了。躲得挺好，就是话太多了。这次的反派是机械大师史宾赛，他的投资人奥斯本对无人机实验非常失望。但史宾赛的目标是测试无人机的自动定位，他真正的杀手锏是蜘蛛杀手黑寡妇。这个黑寡妇是机械大师特意研制出来的，为了用它来和奥斯本的公司交易，替儿子阿里斯特换取一个天价全服役的作品。黑寡妇的外壳坚硬，只能用特殊强酸融化。奥斯本称自己的目的是抓住蜘蛛侠，他坚定不移地认为蜘蛛侠是个罪犯。为了打出名气，史宾赛还请了记者布鲁克做独家新闻。另一边，彼得的上司乔纳正在筹备一场慈善晚宴，合作方是哈代家的大小姐。哈代点名要求一个优秀摄影师，助理将彼得推荐给了乔纳。更巧的是，这位哈代小姐和彼得还是大学同学，哈代被彼得哄得喜笑颜开，俨然十分满意这个摄影人选。奥斯本嘴上说抓蜘蛛侠是为了纽约市的安宁，实际上他遭到了金并的威胁，欠下了大量的债务。金并要创建犯罪帝国，蜘蛛侠却挡了他的路，于是金并给了奥斯本2个机会，抓到蜘蛛侠，债务一笔勾销，不然就把他的公司交出来。你可能血亏，但我金并大爷永远都赚。随着史宾赛派遣出大量的无人机出发，慈善晚宴也顺利的在乔纳家举办。哈代的注意落到了和梅姨一同出现的彼得身上，这引起了哈代的仰慕者弗拉什的不满。梅姨劝彼得应该约隔壁邻居的女儿玛丽简才对，但此时的彼得压根不认识玛丽简，见到手的女友飞了，弗拉什想到了个主意。众所周知，彼得是蜘蛛侠御用摄影师，只要他假扮蜘蛛侠不给彼得面子，那必然会让彼得丢尽脸面。但弗拉什不知道，史宾赛派出的无人机已经识别到他了，于是黑寡妇立刻出动。弗拉什找茬找到一半，就看见窗户外巨大的黑寡妇，他吓得立刻躲了起来。黑寡妇砸穿天花板进入宴会，乔纳欲语泪先流，想拆还没有拆迁费。见黑寡妇的视线锁定了梅姨，彼得立刻冲向了梅姨，将她送到了安全的房间内。哈代看得目瞪口呆，你就这么把我给丢下了？事实上，彼得是去换战衣救人，黑寡妇体型巨大，动作间撞塌了天花板，晕倒在地的弗拉什被当作真蜘蛛侠带走了。奥斯本公司内，布鲁克已经和摄影师开启了直播，本来损失了100万的乔纳都顾不上生气了。要是布鲁克的新闻是真的，那他们报社要一飞冲天了。布鲁克当着无数观众的面扒掉了蜘蛛侠的面罩，弗拉什的脸暴露了出来，被梅姨一下认了出来。这时在2人身后的彼得却告诉乔纳，弗拉什那是个假货。乔纳立刻意识到自己要成为行业最丢人的老板了。布鲁克声称警察将会将蜘蛛侠逮捕归案，但奥斯本的安保却闯了进来，一副要杀死蜘蛛侠的态度，吓得弗拉什掉头就跑。史宾赛以为是奥斯本在搞鬼，但奥斯本自己都不知道这件事儿。这时安保人员砸毁了布鲁克的摄像头，眼见弗拉什要有生命危险，蜘蛛侠赶紧赶往弗拉什所在的地方，轻而易举的搞定了门口的安保。门内的安保让队友快点下手，办事不力金并会有重罚。结果蜘蛛侠的出现救下了弗拉什，安保立刻启动了黑寡妇的自动驾驶，2只蜘蛛大打出手，彼得占据上风。奥斯本立刻放出了无人机扰乱蜘蛛侠，却被彼得一钢管砸飞出去，爆炸引起了火灾。史宾赛准备带着儿子离开工厂，奥斯本却要求他必须抓到蜘蛛侠，不然就没有悬浮轮椅。史宾赛只好返回操控台，控制黑寡妇和蜘蛛侠对打。蜘蛛侠被扫进仓库，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蛛丝已经被掏空，他试图拉开距离，谁知道黑寡妇居然制造打滑液，让他摔下墙壁。不过彼得正好趁这个机会落到了黑寡妇身上，视线受阻的史宾赛又一次误将弗拉什当做了蜘蛛侠，结果被彼得抓住机会，瞬间堵住了发射孔，一脚从楼上踹了下去，正好掉进了酸性池内，遭到了腐蚀。紧接着彼得抓起弗拉什离开了熊熊燃烧的实验大楼，但史宾赛却没来得及逃出来。阿里斯特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炸死，他恨极了蜘蛛侠和奥斯本。金并恰逢其时地出现在他面前，答应提供资金让他复仇。于是阿里斯特和金并做了一个交易。布鲁克因为报道了错误新闻，害得乔纳丢人，遭到了开除。弗拉什装逼不成，惨遭绑架后还痛失哈代的好感。彼得因为救梅姨抛下哈代不管，也失去了和哈代约会的机会。但这件事儿远没有结束，虽然失去哈代大小姐，但梅姨还没有忘记替彼得和玛丽姐凑 CP， 主动牵线让2人相亲。不过小蜘蛛认为相亲好比买彩票，光买不中才是正常操作。而却在这时，熟悉的蜘蛛杀手黑寡妇再次登场，因为金并钱给到位了，黑寡妇还换了身皮肤，不过被小蜘蛛用广播声波的辐射给暂停动作。但这次来的寡妇之物可不止1只，彼得被绿蜘蛛逼得摔下楼顶，赶忙扔出蜘蛛跟踪器想离开，但遭到了大中小3号蜘蛛的围堵。阿里斯特对金并拍胸膛保证，自己这
对此绝对能办好事情。二代蜘蛛杀手们猪多欺负猪少，彼得为救年轻的路人母女，遭到了3只蜘蛛的冰冻和米烟的袭击。阿里斯特抓了蜘蛛侠，上来就是一通捆绑 play， 他还让人叫来了乔纳，但阿里斯特并非要揭露蜘蛛侠的身份，而是打算让乔纳和蜘蛛侠绑上炸弹，双宿双飞。阿里斯特认为，就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纷争引来了一切。乔纳大惊，让蜘蛛侠赶紧拆掉手上的炸弹。彼得嘴炮张口就来，这才刚认识呢，就要分手？阿里斯特不想听他们废话，明约2人就让蜘蛛杀手丢到了外面去。乔纳打算破罐子破摔，但彼得可不打算和老板殉情。阿里斯特对蜘蛛杀手下令，杀死所有参与进害他父亲死亡事件的人，包括弗兰什和布鲁克。弗兰什好不容易撩动了哈代，结果蜘蛛杀手再次找上门。弗兰什将哈代推向安全的地方，自己被蜘蛛杀手追着逃跑。好在彼得在几个蜘蛛身上都放有追踪器，危急关头带着乔纳赶到现场，救下了弗兰什，还利用蜘蛛杀手的激光解开了手铐炸弹，将乔纳和弗兰什扔到了一旁。彼得把蜘蛛杀手吊在吊车上，急忙赶往布鲁克所在的方向。这布鲁克也是倒了血霉，被乔纳开除之后，好不容易说动了新的报社老板雇佣自己，前脚答应绝对不会再惹事儿，后脚蜘蛛杀手破开报社的大门，追着他连轰带炸，十分狼狈。蜘蛛侠杀到现场，成功救下了布鲁克，但对方显然记仇不记恩，见蜘蛛侠利用电流摆平了蜘蛛杀手，新报社老板看着自己的报社被推平大半，而造成这一切的都是布鲁克，他当即开除了布鲁克。布鲁克大受挫折，对着远去的蜘蛛侠骂骂咧咧。金并实验内的最后一只蜘蛛杀手竣工，阿里斯特一声令下，蜘蛛杀手一路冲向了奥斯本公司，但奥斯本不慌不忙，派出了大量的直升机应对。前来救人的彼得看见这财大气粗的火力对冲，不由得对奥斯本产生了一些佩服。不过阿里斯特能操控的蜘蛛远不止那些，他立刻启动了剩下几只休眠的蜘蛛杀手，一窝蜂的冲向了奥斯本公司，其中一只更是对着路过的彼得一顿轰炸，整个奥斯本工业被炸得遍地开花。这下奥斯本终于绷不住了，离开办公室驱车逃离，却险些命丧蜘蛛杀手的光束冲击。彼得从废墟中爬了出来，利用奥斯本工业的化学药剂粉碎了手铐，带着炸弹冲向了追杀奥斯本而去的蜘蛛杀手。奥斯本因为急速刹车的冲击晕了过去，彼得看在好友哈利的面子上救下了奥斯本。在3个蜘蛛杀手合体后，彼得利用高处的视线优势，将倒计时只有最后几秒的炸弹粘在了蜘蛛杀手身上。随着爆炸声响起，蜘蛛杀手全部阵亡。阿里斯特为了还债，不得不成为金并的手下，而劳累一天的蜘蛛师傅只得到了一身伤口和破破烂烂的战衣。不过好在梅姨给他安排的相亲对象玛丽姐，成功让小蜘蛛体验到彩票中奖的快乐。是的，他对玛丽姐一见钟情了。彼得的蜘蛛侠行侠仗义，是因为本书的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这部动漫没有写彼得高中生变成蜘蛛侠的故事，而是相对的年纪大一些的蜘蛛侠，有社会人士的通透幽默，还比别的小蜘蛛要有桃花源一些。但他始终是那个不奢求任何回报，凭一腔热血去行侠仗义的蜘蛛侠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妮妮家的汉堡，喜欢蜘蛛侠的小伙伴记得点赞评论哦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